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周边的地震带活跃起来了，地震特别多呢？你看6月8号菲律宾 7.9 级特大地震，6月13号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 5.7 级余震，6月16号印尼苏拉威西岛海域 6.7 级强震。这些震感呢，我们大家肯定都没有感受到。不过呢，前天就是6月15号的凌晨1点13分，我们陕西渭南合阳县 4.1 级地震。我本人在西安，我感受到了震感。另外呢，最新的消息大家都看到了，昨天我们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大柴旦 6.3 级地震。哎呀，这不禁让我想到了18年前的2008汶川大地震，我印象特别深。因为当时我很多战友接到命令，第一时间都去抗震救灾了。我当时呢是军校学员队的教导员，正带着我们学员在格尔木外训。后来战友们回来，他们跟我讲说，当时救灾最难的一点就是通讯，地面基站大面积的中断，求救报平安的路直接就给堵死了。当时里面联系不上外面，里面的情况外面人也不知道，给救灾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。当时呢，我们国家的卫星比较少，汶川地区当天也是阴云密布，当时这个情况只有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才能穿透云层，拍摄到地面清晰的图像。所以我们当时还求助了国外很多国家的卫星。当时呢，我们大家都在想，要是未来哪一天我们中国的卫星多了，跟他们一样多，那就好了。要是哪一天我们的手机能直连卫星，那就更好了。朋友们呢，我今天想告诉您，我们今天不仅卫星多，而且多年前我们幻想的这个黑科技可能真的马上成为现实了。请大家注意，我这儿所说的不是专用的卫星手机，而是你手里的普通的手机在不远的未来直接就能连卫星打电话了，而且可以上网了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就在最近的短短8天，我们中国航天5连发正在把这件事儿，这个黑科技变成现实。我今天录这期节目呢是6月17号，现在是6月17号的下午。过去8天，就是6月9到6月17号，我们5发火箭全部圆满成功，其中就有我说的这个黑科技。先来给大家掰明白吧，就是我估计90%的人都搞混了，卫星通信其实分为3种。第一种，你像华为的卫星通话，北斗的短报文，得专门在手机里面塞芯片加天线，是手机去迁就卫星，只能应急发个定位，打个短电话，上不了网，这是第一种。那么第二种叫初代的星链，初代的星链呢，你得架个大白锅才能用，跟手机直连是两码事。那么第三种就是现在全球抢破头的一个真技术，就是我说这个黑科技，就是卫星反过来迁就手机，大家不用换手机，不用加配件，普通的手机就可以直接连，那么这才是能全民普及的一个黑科技。之前搞混这些技术的朋友，请在弹幕区和评论区扣个懂了，扣完懂了我接着讲。就是这项技术到底有多救命呢？往小了说，您去深山徒步，去海边钓鱼，去偏远的地区出差，地面没信号的地方，它能给你补上。往大了说，就是过往强震里面经常出现，最常见出现的情况，就是地面的基站大面积的中断，光缆震断了，灾区瞬间变成了信息的孤岛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卫星通信就是生命线，能报平安，能打求救的电话，能传现场的画面，可以说救援的效率直接翻倍。那么这今天已经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航天的噱头了，而是未来6G 天地一体网络的底子了，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都有关系。实事求是的说，这条赛道呢，美国的起步比较早，暂时跑在前面。你看，它星链的手机直连版本已经布了650多颗卫星，在不少国家已经拿到了运营许可。另外呢，还有一家叫 AST 的公司，天上才寥寥数颗星，它的市值最高炒到了多少呢？炒过了3000亿，足以可见这个事儿的战略分量。不过呢，起步早不代表一直赢。我们中国今天非但没有掉队，在有些地方已经跑在前面了。就拿6月9号我们发射的中国移动02星来说，我们中国公司银河航天研制的，专门用于开展手机直连卫星、天地网络融合等等技术的实验验证。说到银河航天这家公司，其实呢我很自豪呀，因为银河航天公司里面有不少我的粉丝。前段时间呢，
他们还专门邀请我去公司参观了一下。这是一家有真东西、真技术的公司。过于具体的我就不讲了，我只能说某些方面它比马斯克的企业还要强。银河航天他们啃了8年，你像天线、信号处理这些核心的难题他们自己全部拿下了，基带芯片他们自己造，还靠国内完整的产业链把成本打了下来。银河航天最厉害的是全球首款可卷式全柔性太阳翼，比传统的更轻，占地更小，一次火箭能带更多的卫星，直接把发射成本砍掉了一大截。那么这就是实打实的技术领跑。说到这儿呢，大家最关心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到底还要等多久呢？说句实在话，应急通信偏远地区覆盖有望在3年内率先落地。要想全国随便用、普遍用、日常上网都能靠卫星，我们还需要5到8年的时间铺完这个卫星网。可以说路不算短，但我们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很扎实。今天节目最后呢，我想给大家再补上2个这周发射的彩蛋。一个呢是我们长5这次打上去的试验星，具体的参数咱也不能乱说，但是它任务徽章上那只凝望东亚的凤凰意味深长，大家可以细品。这是一个彩蛋。另一个彩蛋就是我们利剑1号这次一箭8星，里面还有一颗专门的文物保护星，相当于给我们全国的古迹古墓装上了太空的天眼，天上的星也在守护地上我们的家底了。说白了，这个事儿呢，从来不只是拼技术，也不只是做生意。我们自己的太空网，我们自己说了算，自己的通信的生命线，自己握在自己手里，这才是真的安全感。从应急通信到全域覆盖，从跟跑到领跑，我们中国航天的每一步都在给我们的未来托底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觉得我这条视频这期节目长知识的，欢迎您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身边的朋友，咱们一起来见证我们中国星布满苍穹的那一天。我是中南剑客，一见钟南，登高望远。